前辈，我们何时启动这座大阵？楚风问道。要等到黑毛幽灵现身的时候。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可是前辈怎么做到？那黑毛幽灵何时现身？楚风问完此话，猛然想到一个可能，莫非是等到有人遇难？蛋台天族族长点了点头，且补充道：这是目前为止唯一能够确定黑毛幽灵是否在我族内的方法。蛋台天族族长说道。此时楚风觉得有些残忍，不管是谁遇难，终究是蛋台天族的族人。可是楚风却也能够理解蛋台天族族长，毕竟这座大阵只能开启一次，若是开启之后发现那黑毛幽灵不在蛋台天族之内，那么以后每天都会有蛋台天族的族人遇难，反而更加的得不偿失。虽然楚风觉得残忍，但是楚风却也知道这是眼下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如何能在族人遇难的第一时间知道？若是不能及时发现族人遇难，那么也是徒劳。无名星陨说道。这点大人放心，为了这一日，我族已是准备万年之久，我族早就布下阵法，当那阵法开启之后，只要有族人遇难，我这便会知道。另外，那归来的战船，虽然我早有安排，让他们故意拖延时间，可明日中午也会抵达，所以今晚便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机会。希望黑毛幽灵能如实出现，否则便只能拖延捕杀那黑毛幽灵的计划了。蛋台天族族长说道。这样的话，那便只能等待了。族长大人，可否先开启这阵眼，让我们见识见识神袍界灵师的手段？无名星陨说道。身为界灵师的他，非常清楚神袍界灵师的阵法蕴含着他们所不知晓的奥秘，若是能够领悟，对其界灵之术的修炼有着极大的帮助。而在祖武星域，神袍界灵师的阵法太少见了，眼下可谓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大人，实在抱歉，那位前辈高人曾说过，这阵眼唯有我蛋台天族的族人才可进入。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无名星陨眉头微微皱起，他听得出来，蛋台天族族长其实就是不想他让他们进去，于是有些不悦地说道：既然不想让我们进去，为何将我们带到此处？大人，那黑毛幽灵有何力量还不知晓，但这伏妖阵开启之后，那黑毛幽灵必将发起反扑之势，而那个时候，这里无疑便是最安全的地方。蛋台天族族长说道。无名星陨尽管有些不甘心，可也没有办法，毕竟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这里毕竟是蛋台天族的地盘，人家不想让自己进去的地方，自己就算不高兴，可也应当尊重人家的意愿。随后殿门开启，蛋台天族族长与2位太上长老走了进去，至于其他族内高手，也都与楚风和无名星陨一样，候在殿外。之后便是等待。修武者因修炼之原因，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可是今日楚风等人却有了同一个感受，那就是时间过得很慢。这种等待是一种煎熬。庆幸的是，尽管煎熬，可时间还在流逝。忽然一声巨响传来，紧接着大地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此时原本在闭目休息的楚风等人都是赶忙睁开了双眼，向上方望去。尽管此处是伏妖大阵的阵眼所在之的，从外边来看根本就无法看到此处，但从内向外观望，楚风等人的观察手段却是有效的，所以此时楚风等人能够清楚地看到，此时在蛋台天族的上空，一道强大的屏障正在形成，且在屏障上面有着无数道结界符咒。开始了。楚风与无名星陨默契的对视一眼，天才刚刚黑下来，可是确实那座神级伏妖阵已是开始运转。忽然自那封闭虚空的大阵顶端，一道光束笔直的落下，渗入到了蛋台天族的西北方向。与此同时，阵眼大殿上方那块写着镇邪伏妖4个字的令牌也是开始散发出淡淡的光华。这一刻，那自阵眼内散发而出的浩然正气瞬息浓郁了几百倍不止。楚风知道这座伏妖大阵已是彻底运转。忽然一道无比刺耳的声音响彻开来，那声音穿透力极强，哪怕楚风等人身在蛋台天族地底深处，却也能够清晰地听见那刺耳的尖叫声。那声音充满邪恶的气息，令人听到便会不由自主的内心不安，毛骨悚然。哪怕楚风等人，而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正是伏妖大阵，那道落下的光束所笼罩的方位是黑毛幽灵。成功了！伏妖大阵抓住了那个怪物。此时蛋台天族的众位长老们兴奋不已。不对，可是楚风却是眉头微微皱起。什么不对？蛋台天族族人好奇地问道。这声音不像是惨叫，更像是在笑。楚风说道。笑？楚风小友，怕是听错了吧？那明明是哀嚎和惨叫。蛋台天族的一位长老说道。可他话音刚落，大地剧烈震荡，刺耳的尖叫竟更加响亮。下一刻，整个蛋台天族都随之响起许多惨叫与哀嚎。尽管早有准备，可那黑毛幽灵再度发出的怒吼却波及了整个蛋台天族，没来得及躲入阵法中的许多人，修为弱的七孔流血，更严重的昏死过去，而最严重的更是直接爆体而亡。这家伙是要反抗。此时蛋台天族的那些长老也是意识到他们低估了黑毛幽灵的力量，可就在此时，那伏妖大阵上的符咒却如同千军万马一般汇入了那笔直而下的光柱之中。这种情况下，那黑毛幽灵的尖叫声越来越淡，很快便彻底消失。抓住了！楚风小友，看来你是真的听错了。此时蛋台天族的长老看向楚风的目光中有着一抹浓郁的讽刺之意，但楚风并没有听错，在他看来，那声音的确更像是笑声。但是那伏妖大阵也的确是成功的抓住了那黑毛幽灵，因为那黑毛幽灵被压制之后，那封锁了整个蛋台天族的伏妖大阵开始退散。可是伏妖大阵其实并没有停止运转，反而将那黑毛幽灵直接传送到了楚风等人的面前。当那黑毛幽灵来到此处之后，那阵眼上方的巨大令牌便化作一道结界绳索，将黑毛幽灵结结实实的捆绑住。而楚风等人却也是得以见到这个万年之前这黑毛幽灵的真面目。他形态似人，但却很高大，
身高足有50多米，只不过他浑身上下都布满了黑色的毛，而那黑色的毛与之前楚风等人发现的一模一样，所以准确来说，他并不是巨人，而是一个巨型怪物。尽管黑毛幽灵已被控制住，可他依旧杀气滔天，阴狠无比，就如同这是一个满身都是怨念的邪恶集合体。所以哪怕蛋台天族的那些长老在见到他的第一反应也是立刻向后退，退到了那阵眼的殿门前，恨不得挤进那殿门之中。倒是无名星域一脸认真地打量起那黑毛幽灵，但是楚风却更大胆，他竟向前走了几步后，释放出结界之力，凝聚成了白黎洛的样子。你可遇到过这个姑娘？楚风指着白黎洛的影像问道。然而黑毛幽灵却没有说话，只是发出那低沉的声音。楚风眉头微微皱起，不知该如何应对。他能够感受到眼前这个怪物的力量非同小可，绝对不是他能够对付的，武力绝对没用。那么除了武力还能如何呢？运用这阵法的力量。一阵沉重的声音响起，那身后的阵眼大门随之开启，蛋台天族族长以及蛋台天族的太上长老也是从中走了出来。族长大人，快杀了这个妖物，为我族先辈报仇！看到蛋台天族族长后，那些长老们便纷纷开口，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除掉这黑毛幽灵，但与其说是想替族人报仇，倒不如说是他们惧怕这黑毛幽灵，所以想要立刻解除这个隐患。那位白黎洛姑娘的下落还不得而知，在调查清楚这件事情之前，还不能杀她。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神色一动，他们没有想到蛋台天族族长不立刻杀了这黑毛幽灵的原因，竟是因为白黎洛。族长大人，您这听的此话，蛋台天族的长老们则是为之一惊。那姑娘在我族失踪，我们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我意已决，你们无多言。蛋台天族族长一脸坚定地说道。这种情况下，就算蛋台天族的那些长老无法理解他的做法，却也不敢多说什么了。这个姑娘非我族人，你应该没有杀她吧？蛋台天族族长指着楚风所凝聚的白黎洛之影像，对那黑毛幽灵问道。可是黑毛幽灵却依旧没有回答。但是面对这样的黑毛幽灵，蛋台天族族长却是有恃无恐，对楚风说道：小友莫要急，我自有办法对付他。随后蛋台天族族长便运用伏妖大阵开始折磨那黑毛幽灵。人们能够感受到黑毛幽灵很痛苦，可是黑毛幽灵却再也没有发出过哀嚎，只是不断发出那低沉的声音，同时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这让楚风不知该如何是好。虽然不知为何，楚风有一种预感，白黎洛可能还活着，但预感这东西终究不靠谱，又何况白黎洛的消失与这个可怕的存在有关。楚风是真的想要找到白黎洛的踪迹，否则难以安心。可是眼下却是陷入了僵局。但奇怪的是，尽管那黑毛幽灵什么都没说，可楚风心中那觉得白黎洛还活着的预感却越来越强。尽管不愿意承认，可这股强大的预感却让楚风原本悬着的心落下了几分。楚风小友，星陨大人，接下来我会加强伏妖大阵的力量，只不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楚风小友，你请放心，我一定会询问出白黎洛姑娘的下落，不管她是生是死，我都会给你一个答复。蛋台天族族长说道。那便有劳前辈了。楚风施礼之后，便与无名星域离开了这阵眼。而随后，除了2位太上长老留下外，蛋台天族的族长以及其他人也都离开了此处。但是他们却聚集到了蛋台天族的另外一处，这是一座豪华的宫殿。族长大人，您真的因为这个楚风就留着那个妖物？您应该清楚那黑毛幽灵有多可怕，若不是那位前辈高人的阵法，我们甚至都抓不到他的踪迹，只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啊！族长大人，为我族人安危考虑，应当立刻将其处死，不该久留啊！大殿内，蛋台天族的那些长老们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起他们的族长大人，这也不能怪他们无情，而是黑毛幽灵的确给蛋台天族留下了极深的阴影。尤其是今日见到这怪物的本体，能够真切感受到它的恐怖。若不是有伏妖大阵在，他们根本不是那黑毛幽灵的对手。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想立刻处死这黑毛幽灵。你们以为我不想处死他？蛋台天族族长忽然问道。听得此话，蛋台天族的长老们则是面露茫然之色。那怪物非同小可，哪怕这伏妖大阵也根本就无法立刻处死他，只能慢慢瓦解他的力量，再想办法。而反正都无法立刻处死他，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让那楚风以为我真的是为了他才不杀黑毛幽灵。假如此事传到楚轩辕耳中，那对我族而言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蛋台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英明。听到这里，蛋台天族的众位长老也是恍然大悟。但这座伏妖大阵以后真的可以彻底除掉那怪物吗？蛋台天族的长老们仍是有些担忧。在这伏妖大阵的力量压制下，他的力量只会不断减退。现在伏妖大阵的确是无法将他根除，但当他的修为弱到了一定程度，我就不信不能将他抹杀。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只是这期间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蛋台天族的长老们仍是不太放心。既然这伏妖大阵能够压制他，定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蛋台天族族长一脸自信地说道。看着族长大人如此自信，那些长老悬着的心倒也是落下了不少。只是当这些长老离开之后，身为蛋台天族族长的蛋台向南，这位整个族5星域都是名震八方的至尊境强者，却也是眉头皱起，眼中满是忧虑之色。先辈，为何要招惹这样的怪物啊？此时蛋台向南的脸上不仅满是无奈之色，也有后悔之色。他后悔了，后悔开启了那伏妖大阵。若是不开启伏妖大阵，蛋台天族最多就是每日消失一位族人，最多就是被旁人耻笑，可蛋台天族还会延续下去。可是现在伏妖大阵开启，彻底激怒了那黑毛幽灵。若是伏妖大阵失效，那天知道黑毛幽灵会做出怎样的报复行为。
尽管他相信那位前辈高人所留下的阵法可以压制那黑毛幽灵，直到将其根除，可是他也担心那伏妖大阵出差错，只是他却不能在族人面前表露出忧虑。身为一族之长的他，必须让族人安心。倘若连他都慌张起来，那蛋台天族必将全族大乱。此时，楚风与无名星陨已被安置到了蛋台天族一处豪华的宫殿内休息。楚风小友，真是抱歉，若不是因为老夫疏忽，也不会让黎洛姑娘遭受到黑毛幽灵的毒手。无名星陨一脸惭愧，前辈，黑毛幽灵实力极强，他若动手，没人拦得住。至于他为何再度出现，也不得而知。但总归还是蛋台天族招惹了他，这事本就与你无关。而说一件荒谬的话，我有一种预感和直觉，我觉得黎洛姐姐她并没有死，尽管毫无根据，可是不知为何，这种感觉很强烈。尤其是在那黑毛幽灵身前的时候。楚风说道：“你是说，在那黑毛幽灵面前的时候，你这种预感和直觉很强烈，离开后就变淡了？”无名星陨问道：“这种预感和直觉一直有，但的确在看到那黑毛幽灵的时候最为强烈。”楚风说道：“那还真是奇怪，难道说黎洛姑娘的消失真的与黑毛幽灵有关？是黑毛幽灵在与你传递这种讯息？”无名星陨问道：“我也想过这种可能，可是那黑毛幽灵为何要这样做呢？难道黎洛姐姐已经遭遇毒手，她故意给我传递这种讯息，让我放心？可我与黑毛幽灵并无瓜葛，她没必要这样捉弄我。而我也一直在想，黎洛姐姐与她无冤无仇，难道真的因为黎洛姐姐冒充了她，她就要报复黎洛姐姐？况且我觉得那黑毛幽灵就算再强，可也没有强大到能够影响我心绪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与其说黑毛幽灵向我传递这种讯息，我更愿意相信是黎洛姐姐向我传递的讯息。”楚风说道：“你是说黎洛姑娘在黑毛幽灵体内，而她现在却也并无生命危险？”无名星陨感到震惊。楚风点了点头。可假如连那黑毛幽灵都无法影响你的心绪，黎洛姑娘更不可能拥有此等力量才是。无名星陨说道：“黎洛姐姐其实很独特，她的修为也许不是最顶尖的，甚至不如那黑毛幽灵，可是她确实能够做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根本就是毫无根据。”楚风说道：“我倒是希望这一切有根据。倘若黎洛姑娘真的就这样遇难，老夫怕是此生都会心中有愧。”无名星陨叹息一声：“前辈，虽然很荒谬，但我相信黎洛姐姐她还活着。”楚风说道：“那便希望黎洛姑娘她吉人天相吧。”无名星陨说道：“前辈，我怕是要离开了，只是离开之前还想与蛋台天族长告个别。”楚风说道：“好，老夫陪你同去。”随后，楚风便和无名星陨再度找到了蛋台天族族长。当蛋台天族族长听闻楚风要离开，并且现在就要走后，也是极力挽留。可当得知楚风是有要事必须离开后，却也不得不放楚风离去。只是他却准备了一份大礼，要楚风收下。这份大礼非常丰厚，而他准备这份大礼的理由也很简单：白黎落在蛋台天族消失，如今生死不明，他如无名星陨一样心怀愧疚。但面对这份丰厚的礼品，楚风却是并不想要。不是楚风高傲，楚风不是这样的人。若是换做平时，他会收下这些礼品，大不了日后自己有能力之后再换回去便是了。只是这份礼，楚风却不能收。楚风并不想因为白黎落的消失才换来这样的礼品，那会让自己有出卖白黎落的负罪感。然而让楚风没有想到的是，蛋台天族族长却非让他收下不可，并且楚风若是不收，便不让楚风走了。而看样子他又不只是说说而已，是真的要这样做。无可奈何之下，楚风象征性的收下了一部分礼品，那是4颗珠子。类似的珠子楚风曾经见过，不仅见过，他还用过。那是黎月儿给予楚风的，那珠子叫做圣殿珠。这圣殿珠又分为解珠和锁珠，当2颗珠子放到一起，便能够进入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天庭圣殿。而圣殿珠也是有级别之分的，当初黎月儿给楚风的乃是真仙级圣殿珠，而眼下蛋台天族族长为楚风准备的这4颗珠子乃是尊者级圣殿珠，比当初黎月儿给予楚风的要珍贵了不知多少倍。事实上，尊者级的圣殿珠，蛋台天族族长为楚风准备的不仅仅是4颗，解珠和锁珠各有10颗，总共20颗。而除了尊者级圣殿珠之外，还有5仙级圣殿珠，5仙级圣殿珠就更多了，足足有100颗。但楚风却只拿了4颗尊者级圣殿珠，因为他想害黎月儿一个人情，尤其是想到可能马上要见到黎月儿了，楚风就更想害这个人情了。这也是为何楚风明明不想收这些礼品，可是最终还是拿了4颗的原因。前辈，现在能放楚风离开了吗？楚风笑着问道。看来楚风小友当真是一个不贪心的人。既然如此，那我也便不再为难了。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前辈您错了，我楚风其实是一个很贪心的人，只是我的贪心会因情况而定。楚风说道。正所谓无功不受禄，前辈您不欠我的，我本就不该接受您的礼物，而我拿了4颗圣殿珠已是过分了，又怎可再多取？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也不算无功受禄，因为有一件事我还要请楚风与无名星陨大人帮忙。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前辈所说之事可是黑毛幽灵之事？楚风问道。楚风已经猜到蛋台天族族长其实是想让楚风和无名星陨保密关于那黑毛幽灵的事，毕竟这件事对于他蛋台天族来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况且假如有人知道蛋台天族下面关押着那样一个可怕的怪物，对蛋台天族自然会有一定影响，尤其是被那些仇视蛋台天族的人来说，影响会很大。楚风小友是聪明人，既然如此，那便有劳了。蛋台天族族长抱拳说道。前辈请相信楚风的为人，这件事我不会与任何人说，只是离开前晚辈还有一件不情之请。
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但说无妨。蛋台天族族长说道。我还想再见那黑毛幽灵一面。楚风说道。听得此话，蛋台天族族长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答应了楚风的请求。随后，楚风和无名星宇便又进入了那伏妖大阵的阵眼外，再度见到了那黑毛幽灵。伏妖大阵的力量变得更强了，黑毛幽灵的气息变得弱了一些，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变化。黑毛幽灵还是闭口不谈，一个字都不说，只是发出那阵阵诡异的低吼。这一次，楚风没有久留，只是待了短暂的片刻后便离开了。这一次，楚风真的要走了，不仅蛋台天族族长要送他，蛋台天族的那些长老也要送他。只是在短暂的寒暄过后，在决定走出宫殿就此告别的时候，楚风却忽然开口：“前辈，临走之前，楚风有一件事要说。虽说此事说出来，前辈未必会信，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楚风说道。蛋台天族族长目露好奇之色，于是道：“楚风小友，但说无妨。前辈，您说实话，那黑毛幽灵是不是以伏妖大阵的力量，直接将其无法抹杀？”楚风问道。楚风此话一出，在场的大部分人皆是神色一动。蛋台天族族长哪怕表面没有任何变化，可是内心却也是一震。他本以为他已经骗过了楚风，却不曾想楚风竟然看透了一切。此时，蛋台天族族长本来还想开口，想要继续欺骗楚风，可是还不待蛋台天族族长说话，楚风却再度开口了：“前辈，若是无法将其抹杀，我劝前辈对他不要太过苛刻，也不要出言侮辱，否则日后若是他破阵而出，你蛋台天族怕有大难。”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为何会有这种想法？那妖物已被伏妖大阵压制，刚刚你也看到了，他的力量比之先前已经有所减弱，这便是大阵的力量。我若想杀他，随时可以杀他。我之所以不杀他，乃是因为想查清楚黎洛姑娘的下落。虽然黎洛姑娘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可就算死了，也想给楚风小友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不想让你不明不白。蛋台天族族长的脸上涌现出了些许怒色，就宛如楚风真的错怪了他一般。那可能是晚辈多想了，前辈莫怪。可是晚辈一直觉得，那黑毛幽灵所发出的声音，无论是被抓住之前的尖叫，还是被抓住之后的低吼，都不像是哀嚎，而是像在笑。这种笑很危险，晚辈之前一直想不通，为何他会发出这样的笑声。可就在刚刚，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一个很是可怕的可能。可能不是那黑毛幽灵被伏妖大阵所压迫，而是一切都在那黑毛幽灵的掌控中。楚风说道。什么？听得此话，蛋台天族的那些长老脸都绿了。不可能，楚风小友，你这个猜测未免太荒谬了一些。但是很快他们便否定了楚风，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楚风的话。不用诸位前辈说，我也觉得荒谬，所以在一开始我就说了，此事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但我觉得我有必要与你们说，至于信不信，那便是你们的事了。前辈多谢款待，也多谢您的礼物。楚风告辞了。楚风说完这番话后，对蛋台天族族长抱了抱拳，便直接转身离去。可能因为楚风说出了蛋台天族不愿意说的话，他们有些不高兴，所以原本准备一起送楚风的他们，却都没有再送楚风，倒是无名星月追了出来。楚风小友，你失态了，只是猜测的话不该说出来，尤其是你先前的那些话，他们并不愿意听，不仅质疑他们，还会乱了蛋台天族的人心。无名星陨说道。质疑他们的确让他们不高兴了，但我的质疑对的，我便没什么可愧疚他们的。至于乱人心，倒不会，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的猜测。楚风笑着说道。楚风小友，你为何刚刚要再见黑毛幽灵？你是不是真的发现了什么？无名星陨问道。楚风笑了笑，没有直接说，而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开口了。我先前是去确定了一件事，而现在已经有了答案。楚风说道。你确定了什么？无名星陨以暗中传音的方式问道。黎洛姐姐，她的确在黑毛幽灵体内，我的预感的确是她传递给我的，之前没有发现，但是刚刚发现后，我便顺着黎洛姐姐传递给我的讯息，能够简单的与她沟通，所以我知道了一些有些可怕的事。楚风说道。什么事？此时无名星陨的眼中已是充满了震惊之色，因为他也一直在观察黑毛幽灵，明明什么发现都没有，黑毛幽灵是故意的，故意被那伏妖大阵所压制。楚风说道。哇，那黑毛幽灵为何要这样做啊？黎洛姑娘，她为何有在黑毛幽灵体内？那黑毛幽灵究竟要做什么？无名星陨的心中充满了疑问。我也不知，我只能简单的沟通，知道的只有这些，但可以确定的是，黎洛姐姐她很安全。楚风说道。所以楚风小友，你先前与蛋台天族所说的并非是猜测，而是事实。无名星陨问道。楚风点了点头。那你为何不实话实说？无名星陨问道。实话实说，他们就会信了吗？楚风问道。不会。无名星陨摇了摇头。其实我也是有一点私心的。楚风忽然说道。听得此话，无名星陨再度看向楚风，而楚风则是笑了笑。可能是因为他们明明就不想救黎洛姐姐，却那样骗我，而多少有些不爽吧。看着这样的楚风，无名星陨道也是觉得有些道理。蛋台天族这样欺骗人，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都会不爽吧。其实老夫有一个问题，若是之前就发现蛋台天族其实是在骗你，那么那些礼品你是否会全部收下？无名星陨问道。也不会全收，因为这完全是两回事。楚风说道。他们日后若是与我为敌，我大可以去争、去夺、去抢他蛋台天族的一切，我都可掠夺，收拾他族人也不在话下，但没必要接受他们的馈赠。当然，若是他们与我为友，互助互利，馈赠自然可以接受，反倒是不能去抢了。只是现在蛋台天族到底如何看我，情况还很不明朗。楚风说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纪考虑事情竟然如此周全。无名星陨露出赞赏的目光。该提醒的提醒了，
日后蛋台天族就算有难，楚风也不会有所歉疚。而现在不过是萍水相逢，又没有太深的交情，楚风自然不能收对方的馈赠。尽管楚风最终收取了4颗尊者级圣殿珠，但却也是蛋台天族族长逼迫的情况下，象征性的收取，并不过分。所以他觉得楚风今日做的都很对，若是换成其他小辈，定然不会如他这般。首先，那样的礼品，大多数小辈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还有，若是换成其他小辈，哪怕明知道那黑毛幽灵很危险，但为了不必要的麻烦，也不会去提醒蛋台天族。人性如此，但楚风今日的所作所为，让无名星陨越发相信楚风的人品是当今修武界非常少有，甚至是稀缺的。楚风虽然不知黎若初那丫头找你何事，但现如今黎氏天族与你族情况并不明朗，黎若初那丫头虽然靠谱，可其他族人并不可靠，所以楚风，你要去黎氏天族的话，老夫陪你同去吧。无名星陨说道。前辈不必了，我族与黎氏天族的恩怨，还是我们自己解决比较好。不过若是可以的话，晚辈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忙。楚风说道。但说无妨。无名星陨说道。随后楚风便说出了自己的请求。楚风是想让无名星陨保护乌马圣杰他们，让他们安然离开此处。而对于这样一个要求，无名星陨自然也是欣然答应。随后楚风便与黎若初直接向黎氏天族行去。黎若初是一个识趣的人，他并没有问楚风与蛋台天族之间发生的事，而是与楚风讲述起关于黎月儿所入阵法的事。那座阵法名为黎氏祖之阵，被誉为黎氏祖之阵不是没有原因的。黎氏天族的先辈就是考核这座阵法起的家，而这座大阵也是关乎了黎氏天族的命脉。现如今黎氏天族所在之处，便是以黎氏祖之阵为中心。据说黎氏祖之阵之大，几乎遍布整个黎氏天族的地下。若是黎氏祖之阵出现什么问题，整个黎氏天族都会受影响，甚至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建立了这么多年的黎氏天族浩瀚宫殿群，都可能在顷刻之间覆灭。而偏偏现在发生了古怪的事情，那黎氏祖之阵释放出的力量很危险，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这让黎氏天族阵阵不安。所以现在的黎氏祖之阵可以说是格外的危险。为何与我说这些，你就不怕我害怕危险不去了吗？楚风问道。既然请你帮忙，自然就要与你讲明情况。不过楚风弟弟，我族已经转移族人，若是真的黎氏祖之阵出现大的问题，我族人并不会有多少伤亡，大不了重新建造族群，最多也只是老一辈留下的建筑毁灭而已。族人虽然很看重这些，但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是我妹妹。所以你若是能够进去，可以不管那阵法是否安稳，但若可以的话，请务必尽量救出我的妹妹，拜托了。黎若初一脸认真地看着楚风，眼中竟满是祈求之色。不是请求，而是祈求。虽然与黎若初相识不久，但楚风看得出来，这黎若初与他妹妹性格完全不同，是一个爱说爱笑甚至有点调皮的人。忽然看他这样，楚风反而不适应了。放心，我与你妹妹乃是过命的交情，若是能够进去，我定会尽我全力去救她。楚风说道。若是能够救出，我便以身相许。黎若初说道。此话一出，楚风忽然神色大变，惊讶的都张大了嘴巴。哈哈，看着一脸惊吓的楚风，原本一脸正经的黎若初则是双眼一眯，忽然大笑起来，且指着楚风说道。别害怕，以身相许的不是我，是我妹妹黎月儿。看他那嘻嘻哈哈的模样，楚风就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了。此时楚风颇感无奈，亏他先前还有些担心和心疼这黎若初，现在想想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个女子是一个乐天派，否则自己的妹妹生死不明，他又怎能笑得如此开心？可谁曾想，黎若初显然还没闹够，看着一脸无奈的楚风，他竟然再度开口。怎么，我将我妹妹许给你，你不高兴？黎若初问道。还不待楚风说话，黎若初却再度开口。天哪，该不会相比于我妹妹，你对姐姐我更有兴趣吧？楚风无奈至极，但是楚风岂是好欺负的主？在黎若初连续攻势下，楚风终于不再沉默，而是忽然出手托起了黎若初的下巴。那姐姐对弟弟我有兴趣没？换做其他人，楚风如此大胆的动作，对方要么赶忙闪躲，要么为之脸红。可黎若初没有，反而他笑得更加迷人，同时抓住楚风的手，将楚风的手从他的下巴挪到了他的脸颊。你这个小朋友这么优秀，哪个女子会没兴趣？姐姐我也是凡人啊。黎若初说道。看来是在下说了。楚风赶忙抽回了手，越发无奈。他知道这次遇到的对手太强大，自己调戏不过，只能认输。见楚风如此，黎若初笑得更加开心了。但不得不说，虽然黎若初比自己大了不少，可她此时笑的还真是挺可爱的。相比于黎月儿那个冷漠丫头，她的姐姐黎若初倒更加朝气蓬勃，更加的青春洋溢。因为黎若初性格的原因，黎若初尽管比自己大了一些，可与她谈话却是毫无代沟可言，甚至比黎月儿和乌马圣杰相处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虽然从九龙上界到达黎氏天族，隔着浩瀚虚空，路途遥远，但一路走来丝毫没有乏味可言，心情倒是颇为愉悦。黎氏祖之阵位于黎氏天族的中心区域，虽说为了避免这大阵出现问题，黎氏天族已经几乎将所有族人转移出这个他们居住了数万年的地方，但黎氏天族也有许多人在观察着此处。小辈中有黎岸之、黎天佑、黎岩、黎佑斌等人，老一辈中也有黎氏战狂、黎太乙等人，而这其中身份最高的却要数一位身穿银色铠甲的老者。这位老者白发苍苍，长发与胡须都有10几米长，可以看得出他应该活了多年。但是除了白发与胡须外，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不仅发丝与胡须浓密，他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皱纹，
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精神，并且他身高3米有余，身体非常健壮，哪怕他身穿铠甲，却也无法掩盖他那满是肌肉的壮硕身躯。此人乃是黎氏天族的族长黎氏龙王。黎氏龙王是他的母亲取的，据说生他的那一天不仅下着大雨，还有龙身在云中若隐若现。他母亲觉得他是真龙转世，于是便给他起了这个名字。而黎氏龙王倒也没有辜负这个名字，他这一生杀伐果断，霸气非凡，比之黎氏战狂还要凶残。倘若其他族氏的族长更多是令人畏惧，那么黎氏龙王当真让全族之人惧怕不已，是发自内心的恐惧。没人敢招惹这位族长，哪怕太上长老也不敢。他的狠辣已经深深印入了黎氏天族族人的骨子里，没有人敢忤逆于他。此时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小一辈，都在凝视着下方。那是一座阵法，这阵法如同古塔一般，充满古老的威严之气。可是此时这座古老的阵法却会偶尔晃动，晃动之时也有危险的气息散发开来。准确来说，那更像是毁灭的气息。族长大人，要不我们先离开吧，这黎氏族之阵怕是随时都会爆炸。黎太乙低声说道。黎氏天族族长看都没看他，而是直接开口大喝一声，若是怕了就自己滚，莫要在本尊面前说话。这一声怒喝不仅响亮，更充满怒意。向来嚣张跋扈的黎太乙也是脸色煞白，微微低头，不敢再言语。其实此时害怕的族人不在少数，想离开的更大有人在，甚至都有人准备离开了。可是当黎氏天族族长这一嗓子之后，却没有一个人敢动弹一下。战狂若初那丫头还没动静吗？黎氏天族族长问道。算一算时间，早该回来了，只是毕竟前去请的是无名星陨大人，这位大人本就性情古怪，连星域主界的人对他都惧怕3分。先不说他有没有在那九龙上界还无法确定，就算他在，想请他帮忙也是不容易。黎氏战狂说道。只要他在九龙上界，若初一定能够请到，只是怕他不在。黎氏天族族长对于黎若初与无名星陨的关系倒是知道一些，所以对于黎若初倒是充满了信心。族长大人，若初他回来了。就在此时，一道身影快速的飞掠而来，那是一位老者。若初他是自己回来的？黎氏天族族长问道。族长大人，若初不是一个人。那位老者回道。无名星陨大人被他请回来了。黎氏天族族长问道。不是无名星陨大人。那位老者摇了摇头。那是谁？黎氏天族族长问道。那位老者面露为难之色，他自然看清那位来者是谁了，只是他不敢说，害怕惹得族长大人不高兴，吞吞吐吐，一点也没有长老的样子。立刻去将若初叫过来，本尊要亲自问他。黎氏天族族长说道。遵命。老者转身离开。没过多久，黎若初便与那位老者一同飞掠而来。若初，无名星陨大人不在九龙上界吗？黎氏天族族长问道。回族长大人，无名星陨大人在。黎若初说道。哇，难道连你也请不动他？黎氏天族族长以及黎氏战狂等人皆是目露失望之色。并非是无名星陨大人拒绝了我，是我没有开口。黎若初说道。没有开口？你为何不开口啊？黎氏天族的许多人都感到不解。黎若初，难道你不知道你此去九龙上界身负重任吗？黎太乙等一些人更是开口斥责，而黎若初却是有恃无恐道。因为我请来了一个更加适合帮助我黎氏天族的人。听得此话，原本失望的众人顿时面露喜色。若初，难道你与梁秋大师也有交情？怎么未曾听你说起过？黎氏天族族长面带欣喜之色。整个祖武星域界灵之术在无名星陨之上的人实在太少，而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梁秋大师。族长大人，不是梁秋大师。黎若初说道。那是谁？黎氏天族族长问道。若初，你倒是说啊。黎太乙也是焦急地询问起来。太乙长老，这个人你也认识？也算有些交集。黎若初意味深长地看着黎太乙。听得此话，黎氏天族族长以及黎氏战狂等人都是看向了黎太乙，而黎太乙则是目光变化，思索不定。他是在思考，去想自己认识的大人物中，哪一个界灵之术如此精湛，堪比无名星陨，甚至比无名星陨还要厉害。可是左思右想，他也想不出这样一个人。他黎太乙虽然身为黎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在整个祖武星域都是有着一些名声，可是面对那些叱咤星域的大人物，他的身份还是卑微了不少。就算有交集，也是萍水相逢，根本没有与那些大人物有过什么真正的交情。若初，莫要卖关子，直说是谁？黎太乙问道。楚风啊。黎若初说道。什么？黎若初此话一出，黎氏天族的众人宛如听到了一声惊雷，都是吓得不轻。若初，你再说一遍。有人问道。楚风，楚氏天族的楚风，楚轩辕之子。楚风。黎若初此话响起，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都是目露惊色，情绪一时之间难以平复。起初人们还怀疑自己是听错了，但此时黎若初已经这样说了，他们想怀疑都没有了理由。若初，我族危难之际，你还有心思开玩笑？黎太乙冷声问道。要破此阵，需准备充足。楚风在观察外围情况，我去看看他还要多久。黎若初此话说完，便欲转身，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却忽然响起。不必了，是楚风。楚风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真的是他。见到楚风，黎氏天族的众人内心更为复杂，因为上界之门的关系，黎氏天族与楚氏天族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当初黎氏天族众小辈前去挑战，却大败而归，这让黎氏天族与楚氏天族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劣。更何况，无论是当时在上界之门，还是后来楚氏天族击退黎氏天族小辈的，都是楚风啊！大胆楚风，竟然还敢来到我的族内，你这是自寻死路！猛然间，一道磅礴的杀气直奔楚风而来，是黎太乙。黎太乙对楚风的恨早就深之入骨，今日在自己族内见到楚风，怎会留情？太乙做什么？
楚风乃是若初带回来的客人，你对他动手，置若出于何地？可还不待黎太乙出手，黎氏战狂便开口问道：“客人，战狂大人，其他人是客人，可这楚风绝对不是，我们必须闭嘴！”还不待黎太乙将话说完，一道怒喝便忽然炸响，是黎氏天族族长，两兵交战，还不斩来使？更何况我族与楚氏天族还非敌对势力，你这是做什么？在丢我黎氏天族的人吗？黎氏天族族长问道。黎太乙低头不语，不是没有反驳的理由，而是不敢。此时倒是黎若初开口了：“太乙长老是想报私仇吧？毕竟当日在乌马天族的遗迹内。”黎若初话没说完，可却让黎太乙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毕竟那对他来说可是奇耻大辱。黎若初，这黎氏族之阵对我族代表着什么？你不清楚吗？这里不仅仅是你长大成人的地方，更是我祖祖辈辈的基业。如此危难之际，你竟带来这样一个人来，你到底在搞什么？你是要叛族吗？黎太乙质问道。太乙长老，叛族这种帽子可不要乱扣。另外，我倒是想提醒您一下，当日在那遗迹中的事，你是不是都忘了？那两位对你的提醒，你也忘了？黎若初问道。黎太乙神色变得古怪，忘？怎么可能忘？他至今还记得那两个女子恐怖的气息，可是他却有些怀疑，倘若那两个女子与楚风真的是关系匪浅，为何不直接杀了他，反而留他这个后患？正因为有所怀疑，他才继续憎恨楚风，但其实他也惧怕，这也是为何刚刚释放出杀意却没有直接动手的原因。看来黎氏天族是不欢迎我。若初姐，既然这样，那我楚风便告辞了。楚风说话间便欲离开。楚风见状，黎若初慌了，一把抓住了楚风的手腕，生怕楚风真的离开，要我不离开也行。这个人跪下向我道歉。楚风看着黎太乙说道。他刚刚说什么？我没听错吧？此时黎氏天族的许多人都是惊讶不已，就连黎若初也是被吓到了。黎太乙是何等人物？这可是黎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只因言语间的冲突就叫他像一个小辈下跪，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楚风，老夫刚刚若没听错，你是叫他给你下跪道歉？黎氏战狂皱眉问道。就连他也有些不高兴了。黎太乙的身份代表着黎氏天族至高无上的荣耀，要他向楚风下跪，这不仅仅是羞辱黎太乙，也是在羞辱黎氏天族。楚风自然能够感受到黎氏天族这些人不悦的脸色，可楚风却是毫不在意，而是脱口而出两个字：正是。此时黎氏天族的许多人看楚风都不爽了，不论是长辈还是小辈都很不爽，他们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怒色，但同时他们又觉得可笑，因为楚风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无理。可就在此时，一阵大笑忽然响起，竟然是黎太乙。此时黎太乙的脸上没有一丝愤怒之色，反而笑眯眯地眯起了眼睛，就像是看待傻子一样看着楚风。楚风，你让我向你道歉也就罢了，竟然还要让我跪着向你道歉，那我倒是想要问问你凭什么？凭什么？就凭这个？猛然间，耀眼的气焰自楚风体内爆发开来，直冲天际。那是见到这一幕，黎氏天族在场所有人，无论是小一辈还是老一辈，哪怕黎氏天族族长，甚至是仇视楚风的黎太乙，皆是心神一震，神色大变。他们都能感受到楚风所释放的乃是结界之力，并给是极其强大的结界之力。这力量莫非是圣级结界之力？忽然，一位长老开口，他的声音竟然都在颤抖。什么圣级结界之力？而听得此话，黎氏天族在场的所有小辈脸色都是目瞪口呆，眼眸之中除了震惊之色，还有恍惚与迷茫。倘若这真的是圣级结界之力，那岂不是说楚风他现如今已是一位圣袍界灵师？可是如此年轻便成为圣袍界灵师，这怎么可能？祖武星域从古至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圣级结界之力，难道说楚风他？小一辈难以置信，可是老一辈却不得不信，毕竟他们也都是见过世面的人，能够认得出楚风所释放的的确是圣级结界之力。面对那一道道复杂的目光，楚风什么都没有说，倒是黎若初开口了。如大家所见，楚风他乃是圣袍界灵师，这便是我将他请回来的原因。敢问太乙长老，我这算是叛族之罪吗？黎若初看向黎太乙，黎太乙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回答。可是相比于黎太乙，人们更多的仍是震惊，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被人狠狠地砸了一下脑袋，一时之间竟然无法恢复清醒。真不愧是楚轩辕之子，楚风小友，如此年纪竟能踏入圣袍界灵师这种境界，若非亲眼所见，连老夫都不会相信。黎氏天族族长一边拍手，一边对楚风赞不绝口。楚风面带笑意，且对其抱拳施礼：“晚辈楚风拜见黎氏龙王前辈。”楚风小友竟然认得我。黎氏天族族长面带喜色，换做其他小辈，自然不至于让他这般。可是面对一位圣袍界灵师，并且还是如此年轻的圣袍界灵师，他便不得不郑重对待。随后，楚风便当众与黎氏天族族长攀谈起来，看着自家这位向来脾气暴躁的族长大人，此刻竟满面笑容的与楚风交谈，他们的内心既羡慕又嫉妒，就连他们都没有被这位族长大人如此态度的对待过。但同时，他们却也佩服楚风，明明是一个小辈，可面对他们的族长大人，楚风却能淡然自若，谈笑风生，这是他们所做不到的事。忽然，一声巨响传来，那座黎氏组织阵晃动得更为剧烈，这方大地都是剧烈颤动起来。见此情形，黎氏天族的族人都是眉头紧皱。楚风小友，这座阵法不知为何出现此变故，因能力有限，我们无能为力，今日就全仰仗你了。黎氏天族族长对楚风说道：“前辈放心，我之前已经观察过这座阵法，我可以进去。进去之后，我自然会调查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我也会尽全力让他安稳下来。”楚风说道。
楚风此话一出，黎氏天族族长原本已经凝重的脸庞再度被笑容所覆盖。不仅是他高兴，几乎黎氏天族在场的所有人此时都很高兴。原本他们还担心楚风会不会无法破开这阵法，尽管如此年轻的圣袍界灵师的确已是最有机会进入此阵的人，但他们还是没有信心。可楚风如此确定地说出这番话后，他们内心的担心自然也就消减了大半。对于楚风，他们多少了解一点，楚风可不是一个说大话的人。好，太好了，楚风小友，那我族的安危可就仰仗你了。黎氏天族族长竟对楚风施以大礼，前辈，这个忙我帮不帮？今日不是我说了算，还要看这位。楚风说话间看向了黎太乙，他的意思所有人都明白。太乙还不以你的无礼而向楚风小友道歉。黎氏战狂说道，是跪着道歉。楚风说道。此时黎氏天族的许多人都是内心复杂。黎氏战狂要求黎太乙向楚风道歉，已经是给足了楚风面子。大家都以为楚风会顺着这个台阶下来，毕竟要黎氏天族的太上长老跪着向他族小辈道歉，而且还是不如黎氏天族的家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太乙还不快道歉！黎氏战狂再度对黎太乙说道，我再声明一次，是跪着道歉。楚风一脸认真，楚风，你莫要欺人太甚，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可是我黎氏天族。终于黎氏天族的那些长老们开口了，且在他们脸上涌现出了毫不掩饰的愤怒。楚风讽刺的一笑，这才说道，今日若站在此处的是无名星陨前辈或者梁秋大师，你们可敢这般说话，欺人太甚。依我看，是你们欺负我楚风，是个小辈，欺我楚氏天族，不如你黎氏天族。看来今日我是不该来，告辞。楚风说话间便欲转身离去，全都给我住口！忽然一声怒喝响起，是黎氏天族族长黎太乙。黎氏天族族长将目光投向了黎太乙，族长大人，我黎太乙很不情愿，跪下。黎氏天族族长的声音不是很响亮，可却威严十足。此时看得出来，黎太乙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可是最终他还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老夫不对，还请见谅。黎太乙说完此话便立刻起身，可是黎氏天族的众人，尤其是小辈们，却久久难以回过神来。尽管他只是跪了一下，可他终究还是跪了呀。可谁曾想，楚风却是忽然笑了，且说道，前辈您还真是客气，其实我与黎月儿乃是好友，今日来此就是为他而来，就算你不道歉，我也会进去的。听得此话，黎太乙气得脸色铁青，可是楚风却是不以为然，而是转过身去，面向了那座黎氏组织阵。此一时，磅礴的结界之力开始源源不断地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结界之力的厉害，可就是如此强大的结界之力，却如千军万马受楚风所控。原本因逼迫黎太乙向其下跪，黎氏天族的人还很愤怒，可是看着楚风站在那里从容不迫地布置着他们只能望而生叹的阵法，他们的内心却也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想法，楚风是楚氏天族族人不假，是一个小辈不假，可就凭他此刻表现出的实力，也许他真的有资格叫黎太乙向其道歉。可就在此时，楚风身上忽然散发出耀眼的光华，那光华隐隐间形成了一件长袍。看到那长袍，所有人都是心神一震，单用看的他们也知道那长袍的非同小可，那定是稀世至宝。而就是这样一件长袍，此时却覆盖在楚风身上，这界灵长袍很不同寻常，定是难得的宝贝。不知楚风他是从何得来？黎氏天族一位老妇人感叹道，这位老妇人长得极为苍老，甚至有些吓人，那满脸的皱纹，干枯的身躯就像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干尸一般。可她的身份与实力都不容小觑，乃是黎氏天族的太上长老之一。当日黎氏天族与楚氏天族的上界之门开启，他是最先到场的太上长老，并且他也是极力赞成黎氏天族与楚氏天族开战的人之一。刚刚也曾因楚风羞辱黎太乙而斥责楚风，对楚风对楚氏天族他都怀有深深的敌意。可现在不管他心中对楚风敌意是否减少，但却也被楚风的表现所折服，不管敌视楚风与否，他都承认楚风的厉害。而此时更是将其目光凝聚于楚风的长袍之上，以他的经验能够断定那长袍定是无价之宝。事实上此时如他这般的人不在少数，就连黎氏天族的族长大人也是在观察着楚风身上的长袍，甚至连刚刚被楚风羞辱过的黎太乙也不例外。而看着自家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长老们，此时竟盯着楚风身上的长袍而赞叹不已，不断的猜测着。黎若初的嘴角则是洋溢起一抹调皮的弧度，诸位前辈不必猜了，此物乃是九龙圣袍。忽然黎若初开口说道，什么九龙圣袍？果不其然，如黎若初所料，他此话说出后，立刻在族人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若初，你说那是九龙圣袍，难不成是那悬挂于九龙上界冰顶峰上传说中的人物界灵仙王所留下的九龙圣袍？黎氏战狂凝声问道。回前辈，正是那件九龙圣袍。黎若初说道。当确定了那长袍的身份后，黎氏天族的所有族人都是满面景色，被吓得不轻。毕竟他们可都是听闻过关于九龙圣袍之事的，如此宝物怎会在他身上？震惊之余，有人发出疑问，除了破开那大阵，谁能得到此物？黎若初再度说道，破了阵。想到这里，黎氏天族的人们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冰顶峰上的大阵因为难以破除，所以有了另外一个称号，那便是祖武星域，三大奇人遗迹之一。三大奇人遗迹都是无人能够破开的地方，这样的地方竟然被楚风破除一处。若初，此事可不能儿戏。黎氏战狂对黎若初说道，他与黎若初关系不错，正因如此他才这样说，因为他了解黎若初，知道黎若初是一个古灵精怪且胆大包天的小丫头。
他害怕黎若初是在开玩笑，若是平时开玩笑，大家也许能原谅黎若初，可是此时这个玩笑可并不好笑。他怕黎若初开了这样的玩笑，遭受族长大人的责罚。前辈，若初就算再胆大，也不会拿这种事乱说。我所说乃是事实，并且正是因破了戒灵大师所留下的大阵，楚风得到了梁秋大师与龙轩大师的认可。当日在冰顶峰外，梁秋大师与龙轩大师更是争抢着收楚风为弟子。黎若初说道：“被梁秋大师与龙轩大师争抢吗？”李岸之以及李天佑等小辈面面相窥，眼中的震惊之色越发浓郁。梁秋大师与龙轩大师是何许人物？他们可都是早有耳闻的，能成为那等人物的弟子，绝对是巨大的荣耀。所以说，楚风小有他，现在是梁秋大师的弟子。黎氏天族族长问道。此话一出，黎太乙心中一紧，不仅是黎太乙心中一紧，黎氏天族的许多长老都是心中一紧。所以说，他们刚刚斥责的、得罪的，不只是楚氏天族的族人，更是梁秋大师的弟子，并不是。黎若初摇了摇头，难不成楚风小友他答应了龙轩大师？黎氏天族族长问道。也没有，楚风他拒绝了。黎若初说道。拒绝了，人们不敢相信，也想不通楚风为何会拒绝梁秋大师和龙轩大师。但再仔细想一想，楚风居然连梁秋大师和龙轩大师都敢拒绝，这是何等的胆量啊！这样一看，楚风让黎太乙给他下跪，倒也不算什么了。毕竟他是一个连梁秋大师和龙轩大师好意都敢拒绝的人啊，而且还是当众拒绝。这楚风这一点倒是像他父亲够胆识。黎氏战狂感慨道。那么若初，楚风他也参加了祖武十星的评选？忽然，黎氏战狂问道。回前辈，楚风他确实参加了。黎若初回道。那成绩如何？排在第几？黎氏战狂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那是因为他相信以楚风的实力，绝对能够在祖武十星的评选中获得一席之地，唯一的区别只是最终排在第几而已。黎氏战狂此话说出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黎若初的身上，他们也很好奇这个答案。灵狐鸿飞乃是此次祖武十星评选的第一。黎若初说道。说他做什么？问的不是楚风吗？此时人们一脸茫然，因为在他们看来，黎若初这乃是答非所问。灵狐鸿飞那么厉害的家伙，夺得第一不是理所应当的事吗？这不用黎若初说，他们也都想得到啊。楚风与他一样。黎若初再度说道。若初啊，你这是答非所问，我们问的是楚风，而不是不对。你刚刚说什么？谁？你刚刚说谁？楚风与谁一样？当然是灵狐鸿飞。黎若初说道。你是说楚风与灵狐鸿飞一样，都是祖武十星的第一？这怎么可能？黎氏天族的众人一脸的难以置信。这也不能怪他们，说楚风战胜其他人，他们都会信。可是灵狐鸿飞，那就未免太夸张了。尤其是黎岸之他们，想一想当初他们还能与楚风一战，结果楚风现在就与灵狐鸿飞平起平坐，这叫他们怎么相信？是怎样的成长速度才能有这样的跨度？关键是祖武十星评选这么久，也从未听说过两个人都名列第一的事情啊！这一切的一切，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也不怪他们不信，换作是任何人都不会信。战了10日10夜，胜负未分，又无人敢挑战他们二人，自然而然的便名列第一了。似是明白众人心中的不解，黎若初不仅讲述了经过，还特意强调道：祖武十星评选已经结束，要不了多久消息就会传开，那个时候不用我说，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听到这里，人们真是想不信都不行了。就如黎若初所说，这种事情的确骗不了，就算骗得了一时，也骗不了一世。况且他们也找不到黎若初骗他们的理由。但是当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件事的同时，内心可就更为复杂了。原来此时正在帮助他们黎氏天族的，不仅仅是一位圣袍戒灵师，还是当今祖武星域天赋最强的小辈，是名列祖武十星第一的家伙。可是当初楚风不还是一个差点败给黎岸之的人吗？怎么如此短的时间内，竟然成长到与灵狐鸿飞那样可怕的小辈战成平手了？相比于旁人，这个消息对黎氏天族的冲击力更为强大。他们此时根本无法平复自己那震荡的内心，毕竟他们可是差一点就与拥有此等天才的家族开战了呀。所以太乙长老先前真是不该那样与楚风说话，他如今可是整个祖武星域都想拉拢的对象，连无名星陨大人对他都是青睐有加，就连蛋台向南对楚风都要客客气气。黎若初说道。什么？连蛋台向南都要对其客客气气？黎氏天族的族人心中更为震荡了。无名星陨也就算了，蛋台向南是何等人物？那可是蛋台天族的族长，是祖武星域的至尊级强者呀。此时黎氏天族族长以及那几位太上长老都不由得看了一眼黎太乙，眼中或多或少都有着责怪之色。因为直到此时，他们才意识到搞了半天这个楚风已经是一个他们黎氏天族都得罪不起的人。若初，你怎么不早说啊？黎太乙埋怨地看了一眼楚风，莫说旁人，就连他自己都后悔了。他呀，早知道楚风成长到了这般田地，他就算再恨楚风，也不敢对楚风说那样的话。我那个时候说了，您也要信啊？黎若初无奈地耸了耸肩，你这丫头险些害死老夫。黎太乙瞥了黎若初一眼，此时他丝毫不觉得先前向楚风下跪是耻辱了，反而觉得是捡回了一条命。而黎太乙的表现，不仅老一辈看在眼中，连小一辈也看在眼中。看一看自家高高在上的长老大人们对楚风态度的转变，小辈们的内心就更为复杂了。只凭一己之力，就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自家太上长老对楚风从敌视变成惧怕，这样的人本就足以让他们敬畏。可是当这个人是一个与他们同龄，甚至比他们年龄还小的家伙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可就不只是敬畏这么简单了。天佑现在还不服气吗？黎岸之笑眯眯地看向了身旁的黎天佑。
黎天佑一脸苦笑，他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身旁那位同样被楚风击败过的黎岩。不服气也是不行啊，谁让这家伙这么变态？黎岩一脸的苦笑，随后看向黎岸之，毕竟连岸之你都已经开始承认他了，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我的承认。其实当初败给他，我也觉得是一种耻辱，想着努力修炼，总有一日要报仇雪恨。可是当在祖武修行界内再度与他相遇的时候，我便知道，我怕是这辈子都无法追赶上他了，我的仇也报不了了。可现在回头再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日一战并非是我的耻辱，而是一种荣耀。毕竟这样厉害的家伙，我也曾与他畅快淋漓的大战过一场，甚至差一点就胜了呢。黎岸之笑得很是满足，而看着这样的黎岸之、黎天佑等小辈，起初神色复杂，但很快却也都释然的笑了。倘若说这真的是一种荣耀，那么他们似乎也都拥有呢。此时，这些曾对楚风恨之入骨的黎氏天族小辈，再度看向楚风时，那眼中的目光与之当初的鄙视与敌视相比，已是截然相反，取而代之的乃是敬畏、欣赏，甚至是崇拜。